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农村兽神》第3季故事解说。石林的父母在家中闲聊，心中十分意外，石林居然同时被2个姑娘找上门，分别是专程从县城赶来的冯老板和上河村的刘宝全。2人一前一后登门，都说是来找石林，让长辈一时摸不清状况。母亲叮嘱石林不要拿生意朋友当借口搪塞家人，普通合作伙伴不会专程从县城跑到乡下送衣服，让他赶紧出门好好招待，千万别怠慢客人。父亲也感慨石林如今有了本事，谈恋爱瞒着家里，如今2个姑娘撞在一起，让他自己妥善处理，不要冷落任何人。冯老板率先开口打趣，坦言自己在县城人脉广阔，生意繁忙，却特意跑来乡下看望石林，全是感念石林之前出手相助的恩情，算是知恩图报。说完，他顺势调侃一旁的刘宝全，说对方只是顺路送衣服，模样却格外上心，不知情的人很容易误会他是石林的心上人。刘宝全立刻不甘示弱，回对冯老板直言县城到乡下路途遥远，冯老板专程奔波的心思远比自己厚重，根本没资格调侃别人。他暗讽冯老板是刻意找借口接近石林，还委婉提醒对方，石林平日里忙着进山捕鱼、跑山货，十分忙碌，不要耽误他的正事。石林这时从外面归来，看到屋内同时到访的2位姑娘，顿时有些手足无措。2位姑娘见状，纷纷招呼石林坐到自己身边，互不相让。石林无奈之下只好折中，表示自己坐在中间，平衡2人的处境。随后石林主动询问冯老板专程前来的缘由，冯老板随即笑着说明来意，告知石林之前捕获的600多斤野生大黄鱼，帮了自己天大的忙。他宴请的贵客品尝到这条罕见的大黄鱼后赞不绝口，让他的宴会圆满落幕，也帮他稳稳拿下了一笔重要的生意。为了感谢石林的鼎力相助，冯老板特意上门送来丰厚的谢礼。石林见状连忙推辞，诚恳表示那条大黄鱼本就是冯老板高价收购，平日里冯老板也多有照拂，自己帮忙捕鱼本就是分内之事，万万不能收下这份谢礼。同时石林也对着刘宝全致歉，坦言只是一件外套，自己后续会顺路去取，还麻烦他专门跑一趟。也正因2人接连上门，才让家里长辈产生了误会，误以为2人都是自己的交往对象。2位姑娘纷纷打趣石林，调侃他是不是觉得自己2人专程登门不受欢迎，甚至反问石林，难道他们配不上他？石林被说得无奈不已，连忙解释自己并无此意，还坦言自己原本打算近日进山采山货，忙完就挨个登门拜访2人，没想到他们提前来了村里。冯老板和刘宝全听闻后纷纷应允，主动邀约石林空闲时去自己家中做客。刘宝全承诺，只要石林出山，自己家中好酒好菜随时备好。冯老板更是加码，表示自己家中不仅有美食，还有从城里带回的好茶，定会周全招待石林。石林见状连忙应声，答应后续会挨个登门拜访2人。寒暄过后，冯老板因为店里事务繁忙，先行告辞离开。临走前特意叮嘱石林，自己会在家中备好酒菜等候他到访。冯老板走后，石林的姐夫笑着夸赞石林情商高，2个漂亮姑娘同时上门，他还能稳稳端平一碗水，换做旁人早已闹得难堪，连连佩服他的处事方式。说笑过后，姐夫想起正事，提醒石林此前给林小霞定下的3天赔罪期限次日就到，特意询问他后续打算。石林神色沉稳地说明自己的安排，若是林小霞一家懂得分寸，主动送来野山参并且当众道歉，这件事便就此翻篇。若是对方执意赖账，拒不认错，他就会去村部用大喇叭当众曝光林小强进山抢夺自己猎物，林小霞与钢铁厂厂长儿子私下往来的事情，让全村人评判对错。石林的父母十分赞同儿子的做法，直言这类欺软怕硬的人家不能姑息，越是退让对方越是得寸进尺。父母忍不住感慨，石林如今早已脱胎换骨，靠着打猎捕鱼挣钱，不仅买了3轮车，家里还准备盖砖瓦房，日子越过越红火。一家人唏嘘不已。当初林家嫌弃石林家境贫寒，执意退婚，如今石林风生水起，林家早已追悔莫及。镜头转到林家，一家人满心懊悔，互相埋怨当初眼光短浅，逼女儿和石林退婚。如今看着石林蒸蒸日上的日子，心里满是不甘。林家人也后悔当初贪心抢夺石林的野山参，落下把柄陷入被动。林小霞满心委屈，坦言自己此前登门赔罪，石林始终不肯松口，执意要自家赔1株野山参，让他颜面尽失。林家众人陷入两难，1株野山参价值上千块，是家里大半积蓄，众人都不愿白白损失。但他们也清楚，若是拒不赔偿，石林一旦当众曝光家事，林小强的名声会彻底败坏，不仅难以娶妻，全家都会被村里人诟病。一番商议后，林家想出了算计的办法，
打算让林小霞次日带着野山参登门道歉，精心打扮一番，主动示弱，借机与石林重归于好。林家众人盘算着，只要林小霞能够和石林复合，上千块的野山参损失根本不值一提，后续石林的收入便能惠及全家，一家人就能跟着过上好日子。他们不断劝说胆怯的林小霞，告诉她女追男隔层纱，石林从前满心欢喜喜欢她，只要她主动服软示弱，必定能够挽回石林的心。林小霞被家人说动，下定决心次日主动上门挽回石林。就在这时，石林脑海响起系统提示音，系统播报宿主石林当前受谱点2004点，强化点3点，已成功契约金环胡蜂、紫貂、驼鹿、土鲶鱼、黑熊、白虎等一众野兽。石林看着归来的契约兽子儿，发现他带回了珍贵的猴头菇，心中十分欣喜。石林的父亲见状，连忙给石林讲解猴头菇的价值，告知猴头菇生长在高山白桦林的树干高处，颜色与树皮相近，极难寻找采摘。往年运气好一次也只能采摘2、3个，一个品相完好的猴头菇能卖到7、8块钱。猴头菇药食两用，味道鲜美，还能养护肠胃，在当下十分珍贵。石林听闻后，当即决定进山碰碰运气，采摘更多猴头菇增收。石林刚准备出门，林小霞的弟弟林小强便匆匆赶来，主动向石林低头认错，坦言自己此前进山抢夺猎物是鬼迷心窍，恳请石林大人有大量，不要和自己计较。随后他递上家里备好的野山参，告知石林是家人特意准备的赔罪之物。石林查验品相无误后，坦言过往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。林小霞连忙拉住石林，哭诉解释当初要高额彩礼，执意退婚都是父母逼迫，并非他的本意。他坦言退婚后自己日日后悔，念念不忘，恳请石林原谅，想要和他重归于好，还主动承诺复合后分文不要彩礼，额外陪嫁2床棉被和1台缝纫机。一旁的林小强也连忙帮腔，直言两人之间全是误会，如今误会解开，希望石林放下过往，还承诺日后会跟着石林进山打猎，尽心尽力帮忙做事。石林态度十分坚决，明确表示两人早已退婚，自此各不相干，让姐弟二人不要再过多纠缠。林小霞误以为石林还在介意他和钢铁厂厂长儿子的过往，急忙解释自己早已和对方断干净，当初只是一时糊涂，心里真正喜欢的一直是石林。见石林依旧不为所动，他心生算计，打算用极端方式逼迫石林负责，只要生米煮成熟饭，石林就不得不娶她。他刻意示弱，暗示赔罪。一旁的林小强也十分识趣，主动帮忙望风留出独处空间。石林一眼就看穿了林小霞的心思，心中十分清醒，明白一旦自己妥协，对方就会立刻以此为把柄，逼迫自己迎娶她。石林不愿与其过多纠缠，立刻转移注意力，召唤自己的契约兽子2，提醒他今日的核心任务是采摘猴头菇，让他带领伙伴全力寻找，采摘越多越好。石林一眼看穿对方心思，不愿过多纠缠，立刻召唤契约兽子2，让他带领伙伴全力采摘猴头菇。有兽扑助力，采摘效率远超常年采山货的老手。之后，石林带着一众契约兽进山捕猎，偶遇野猪群和几只小野猪，他特意安排子2抓捕小野猪，让白虎小白借此历练，和黑熊熊武比拼实力。小白奋力捕猎后，石林耐心安抚，细心教导他捕猎技巧，让他多加训练提升实力。随后带着满满收获准备下山。石林带着满满收获回到家中，家人看到他捕猎的3头野猪，还有满满3麻袋猴头菇，都十分震惊。家人纷纷感慨猴头菇采摘难度极高，寻常人耗费数日也难寻几个。石林短短1上午就收获满满，实在不可思议。众人瞬间明白，石林能有这般收获，全是依靠身边的紫貂等契约兽帮忙。石林也坦然承认，正是有了兽扑的助力，自己才能高效采摘到大量猴头菇。石林和家人商议后决定，留存一部分猴头菇自家食用，剩余的全部售卖赚钱。午饭前，家人和石林闲聊，说起县城的于丽丽十分感谢他此前帮忙送蛋糕，对他很有好感。家人纷纷劝说石林抽空去县城探望，主动增进感情，好好把握缘分，还直言他年纪不小，该成家立业，多接触合适的人选择优相处。石林父亲打趣他已有2位姑娘纠葛，母亲却觉得石林优秀，多挑选并无不妥。石林无奈应允，下午前往县城。石林盘算着前往县城，既能看望于丽丽，也顺路探望正在住院的国志书。抵达医院后，石林见到了国志书，将自己采摘的新鲜猴头菇送给对方，祝愿他早日康复。国志书满心感激，直言石林的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还提及自己出院后要为石林寻找更多老虎，报答恩情。被石林婉言谢绝，
交谈间，国志书透露了自己的规划，他准备在县城新开一家酒楼，正苦于没有特色招牌菜打开市场。得知石林手中有大量稀缺猴头菇，当即提出全部收购。双方敲定合作，国志书承诺每个猴头菇出价10元，只要石林能凑够300个以上，就按高价全部收购。300个猴头菇便能换来3000元巨款。同时约定，下周2酒楼开业，最晚周1必须全部交货，逾期价格会相应下调。石林当即满口答应。告别国志书后，石林偶遇一位医生，才得知此前的蛋糕是朋友假借他的名义送出，只为了结人情。石林顺势询问于丽丽下落，得知她外出学术交流，5天后才回院。对方听闻石林有新鲜猴头菇，想购买一些给体弱的母亲养胃。石林告知对方自己随身携带的猴头菇已全部送出，但家中还有大量存货，可以后续相送。对方为表感谢，主动提出上门自取，还送给石林一只亲手捕获的野兔。石林告别对方后启程回家，到家后将县城的合作订单告知家人。家人听闻300个猴头菇能换3000元巨款，又惊又喜，却也担心短时间凑不够数量，耽误订单。石林十分自信，安排家人在周边村落尽力收购，剩余数量由自己进山采摘，依托契约兽的助力，绝对能按时交货。家人再三叮嘱他进山注意安全。石林应允后，带着一众兽扑再次进山。进山后，石林给所有契约兽下达任务，全力搜寻采摘猴头菇，以肉类零食作为奖励。一众兽扑各司其职，高效作业，采摘效率远超人力，短短数个小时就采摘装满了3大麻袋猴头菇，轻松达标订单数量。准备下山之际，石林发现一头难产的母野猪，心生恻隐。他恪守山中不伤害孕兽的规矩，却不忍看着母野猪和腹中幼崽丧命，主动出手施救，顺利救下8只存活的野猪幼崽。母野猪最终难产离世，石林将其尸体带回可以售卖，将小猪仔全部带回家中饲养。石林归家时，恰好遇上前来拜访的于茉莉。家人见他容貌出众，气质温婉，还是县医院医生，心中十分欢喜，热情将他迎进门。闲聊得知，于茉莉23岁，祖籍京都，独自在本地行医，还曾和石林有过一场阴差阳错的相亲，年纪相仿，十分般配。家人暗自想要撮合二人。石林见到于茉莉略显局促，于茉莉主动说明来意，听闻石林有新鲜猴头菇，特意前来购买，为母亲调理脾胃。石林十分大方，直言自家采摘的山货无需付费，主动挑选品质最优的猴头菇赠予他，还贴心告知他猴头菇晒干后便于储存，长期炖煮食用能够养护脾胃。家人也在一旁极力撮合，直言日后于茉莉想要野味、山货，都可以让石林专程送去。随后石林向家人展示满满3麻袋猴头菇，告知众人订单数量已经足额完成。家人纷纷惊叹石林的能力，感慨他如今捕猎、采山货样样精通，收入远超普通工人。石林又拿出1麻袋救下的小猪仔，告知于茉莉这些幼崽有2只骨骼开裂，轻微缺氧，希望学医的于茉莉能帮忙诊治。于茉莉十分热心，坦言自己学过中西医知识，还懂一些兽医基础，能够治疗幼崽伤势，主动提出将受伤小猪仔带回县城医治，后续再通知石林取回。石林满心感激，再三道谢。家人看着2人相处融洽，纷纷主动避开，给2人留出独处空间，还热情挽留于茉莉在家中吃午饭。于茉莉推辞不过，欣然应允，还主动想去厨房帮忙，被家人婉拒。独处时，于茉莉坦言自己孤身在外工作，无亲无故，时常倍感孤独，格外羡慕石林和睦热闹的家庭。一旁的小侄女天真打趣，让于茉莉嫁给小舅舅，就能拥有完整的家人，惹得2人十分羞涩。石林平复心绪后，主动坦言自己对于茉莉也有好感，愿意相处了解，后续会好好表现，争取对方认可。2人交谈之际，邻居胡子匆匆赶来求助，说自己怀孕的大嫂下地干活不慎摔倒，下身流血不止，情况危急，恳请石林开3轮车送医。石林立刻应允。家人闲聊说起大嫂向来勤快，闲不住执意下地，才遭遇意外。众人都担心胎儿安危。石林凭借前世记忆知晓只是虚惊一场，随即带着于茉莉一同赶去查看。抵达田间后，众人看着流血不止的孕妇，心中十分慌乱。村里围观的村民见于茉莉年纪轻轻，纷纷质疑她的医术，不敢轻易让她诊治，提议立刻将孕妇送往县城大医院，避免耽误病情。有人出面劝解，认为于茉莉身为县医院医生，医术定然胜过村里的赤脚大夫。于茉莉十分沉稳，当场为孕妇把脉，初步判断并无流产迹象，
安抚众人无需过度惊慌。为了精准确定病因，他提议前往孕妇家中做进一步详细检查。途中，石林好奇询问于茉莉身为西医，为何精通中医把脉？于茉莉解释自己所学为中西医结合专业，同时家中拥有多间中医馆，私下自学了中医技艺。于茉莉还坦言，自家中医馆有传男不传女、传长不传幼的祖训，她无法继承家传医术，只能远赴他乡求学工作，也因此和原生家庭关系疏离。抵达孕妇家中后，于茉莉细致检查，确认孕妇只是摔倒造成身体撕裂出血，并未伤及胎儿，安心休养即可恢复。随后，于茉莉贴心开具中药调理药方，叮嘱家属按时煎药服用，休养一段时间后再去医院做仪器复查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孕妇家人满心感激，想要支付诊费答谢，被于茉莉婉言谢绝。石林见状也主动推辞，直言邻里之间互帮互助本就是分内之事。随后和于茉莉一同告辞离开。临别之际，石林的母亲热情淳朴，特意拿出一只石林捕猎的野鸡，让于茉莉带回县城炖汤滋补身体，孝敬母亲。于茉莉本想推辞，奈何盛情难却，只能欣然收下，同时告知石林，小猪仔治愈后会第一时间通知他。看着于茉莉离去的背影，母亲立刻追问石林与于茉莉的相处情况，直言姑娘温柔善良，工作体面，十分般配，催促石林主动把握缘分，大胆追求。石林略显腼腆，坦言于茉莉出身优渥，自己目前还有差距，但他下定决心依托系统努力打拼，迟早能给对方安稳的生活。母亲叮嘱他下午抽空去姥姥家探亲，石林应声答应，随后带着契约兽再次进山，继续采摘猴头菇，捕猎增收。石林带着一众兽扑深入山林，在熊武的指引下，找到一片猴头菇分布更为密集的林地，采摘效率再次提升，短时间内就收获大量猴头菇。采摘结束后，石林本打算带着兽扑自由捕猎，却敏锐察觉到小白传来的求救信号，立刻带着熊武火速赶去支援。石林发现小白遭遇一群红狗子围攻，身上已经出现伤口，当即带着熊武上前迎战，奋力击退所有红狗子。一番激战过后，石林成功解决12只红狗子，还发现了2头被红狗子猎杀的马鹿，将其尽数收纳。系统随即弹出奖励提示，告知石林捕获成年马鹿、幼鹿，成功获得对应的兽魂点与强化点。此次猎物收获极多，3轮车无法一次性搬运，石林便先折返村庄，打算借牛车进山转运。回家后，家人看着受伤的小白满心心疼，石林立刻拿出医药箱，穿针引线，细心为小白缝合伤口，处理伤势。石林告知家人山中还有大批猎物，下午无法按时去姥姥家。母亲十分通情达理，让他安心处理猎物，还告知他庆隆一家为感谢他救治儿媳，送来2麻袋白菜答谢。石林叮嘱母亲暂且收下，后续宰杀猎物后回赠半扇猪肉，礼尚往来。母亲再次提起于茉莉，直言姑娘品性、样貌、工作都无可挑剔，真心希望2人能够修成正果，劝说石林放下顾虑，主动追求。石林耐心倾听，并未过多辩解，随后和母亲一同前往山中转运猎物。母子2人抵达山林后，发现丘陵村的王麻子、秦一柱、秦三柱等人正打算私自搬走自己的猎物，还以山林归丘陵村所有为由，声称山中猎物都是无主之物，蛮横无理的想要瓜分石林的收获，甚至出言威胁，逼迫石林母子妥协退让。石林母亲气愤地揭穿几人偷盗猎物的劣迹，对方却仗着人多势众不肯退让，执意瓜分收获。石林不再忍让，凭借超强身手瞬间震慑众人，轻松击退闹事村民。秦氏兄弟自知理亏，又忌惮石林实力，连忙主动道歉，坦言是自己嘴欠惹事，承诺帮忙守住猎物。石林记下2人的善意，没有过多追责。下山途中，母亲再三叮嘱石林，深山之中人心比野兽更可怕，日后进山务必多加谨慎。随后石林和母亲商议，决定将所有猎物直接卖到上河村刘宝全处，省去来回搬运的麻烦。刘宝全见到满满一堆猎物，十分震惊，连连夸赞石林勇猛过人，能够独自端平难缠的红狗子群。他立刻动手过秤核算价格，12只红狗子共计552斤，单价8毛1斤，合计442元；2头马鹿328斤，单价1块6一斤，合计525元。所有猎物总价967元。刘宝全将钱款如数交给石林，石林十分信任他，并未逐一清点。交易完成后，刘宝全特意告知石林，天气日渐寒冷，再过几日便会降雪，河面结冰后便无法捕鱼，希望石林趁着天气尚可，多捕捞一些河鱼。
自己愿意提高价格大量收购。石林应声应允，坦言忙完猴头菇的订单后，就专门下河捕鱼。交易结束后，刘宝全特意单独留下石林，见他常年进山劳作，衣物磨损破旧，便自费买来优质厚棉布，打算亲手给他缝制一件厚实罩衫御寒，当作答谢礼物。石林想要支付布料和手工费，被刘宝全笑着拒绝，只希望他日后多给自己供应优质山货和猎物。告别刘宝全后，石林归还借来的牛车，收拾妥当后，打算开车带着母亲、侄女和一众契约兽前往姥姥家探亲。侄女满心欢喜，执意要带着小熊、紫貂一同前往。石林无奈宠溺应允，一路奔波后，众人顺利抵达姥姥家。亲人见面格外热络，大舅母早早杀鸡备菜，热情招待他们。亲人闲聊时说起姥姥卧病在床的缘由，都是村里黄皮子作祟导致。大哥二哥承包山头养鸡养鹅，此前打死一只小黄鼠狼后，彻底招惹了黄皮子族群，对方频繁下山偷咬家禽，200多只鸡鸭几乎被祸害殆尽。姥姥急火攻心，加上受凉感冒，一病不起。家人坦言之前请来专业捕黄皮子的师傅，却治标不治本，师傅在时黄皮子绝迹，师傅一走就再次作乱，十分邪性。石林连忙安抚姥姥安心休养，随后主动帮忙处理食材，利落娴熟的杀鸡手法让一众亲人连连夸赞。家人说起家中的困境，大批宰杀好的土鸡无法售卖，村民误以为是病鸡，即便降价也无人购买，大量鸡肉鸡鸭，全家人早已吃腻。看着滞销的土鸡，石林突然心生商机，想起后世火爆的香酥炸鸡做法，当即提议将土鸡做成炸鸡售卖，凭借独特香味和口感，定然能够打开销路，甚至可以卖出更高价格。全家人听闻后十分欣喜，全力配合石林的安排。石林分工部署，让大舅娘熬制猪油，调配秘制腌料，让大舅用刀具在鸡肉后使出扎孔，方便入味。将所有鸡肉放入料汁中腌制1小时，腌制完成后下锅油炸，瞬间香气四溢，香味飘散甚远，引得周边孩童纷纷驻足围观，垂涎不已。炸鸡出锅后，外酥里嫩，香气扑鼻，全家人品尝后都赞不绝口，笃定一定能热销。众人成了少许给姥姥解馋。随后商议前往矿区家属院摆摊，矿区工人收入稳定，舍得消费，不愁没有客源。抵达矿区摆摊后，独特的炸鸡香味瞬间吸引大批工人驻足，大家品尝过后纷纷争相购买，短短时间就卖出数只炸鸡。看着火爆的售卖场面，石林担心现货不足，立刻驱车折返，将家中剩余的土鸡全部拉来腌制油炸，全力保障售卖货源，开启了全新的摆摊增收之路。